耗费1000亿资金打造的海上监狱，里面却只设立了一间牢房，并且还配备了100万狱警日夜看守。而他们的目的竟只是为了看管我这名20岁的囚犯。即使我的四肢全部都被副龙所洞穿，也无法让前来报道的监狱长有丝毫安全感。只因我在3年前屠戮数十国的战神，杀得西方各国再无一名顶级强者。但我也在那一场大战中中了一种罕见的春毒。心智失控的我玷污了龙国唯一的女战神，致使她失去了一身的战力，彻底沦为废人。最终杀人如麻的我心怀愧疚，主动在龙国长老的围捕下入狱赎罪，自此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唯一可以放风的时间，便是龙国遇上了无法战胜的凶犯时。而今天是我第6次放风，狱长解开我身上的一根锁链后，便带着我走了出去。我们杨氏排名第10的林家说，想要你去帮忙处理一个人，事成之后必有重谢。那个人很强吗？不知道，林家只说那个人胆大包天，5星级都不能形容他。我眉头一皱，也来了一丝兴趣。很快，典狱长便带我来到了林家。此刻，整个林家的人都汇聚在一起，可是他们并没有面对强敌的紧张感，而是一个个满脸阴狠地看着一个铁笼，铁笼里面关着一个狼狈的女人，此刻正毫无力气地趴着。见状，我眉头微微一皱，林家要对付的人在哪儿？接着，一个中年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你就是困龙监狱里最厉害的人吧？他就在那铁笼里，我要你用最残忍的方式对付他，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听到这话，我脸色瞬间变得冰了。你们所谓的危险系数超过5星的，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因为他不仅仅敢拒绝我儿，还敢踢废我儿的下身，简直是比5星级的犯人还大胆。我要让他生不如死。如果你做得好，我林家不会亏待你的，甚至我一句话便能让你自由。闻言，我眉头微挑，自己其实早就可以自由了，只是不想而已。我缓缓向铁笼走去，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竟敢得罪林家。可刚走到铁笼旁，一双是血着手便抓住了我的脚。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我！我本想移动脚步，却忽然感觉这声音有些熟悉。我低头看向女人，顿时眉头一皱。柳如烟，这是我死都不会忘记的女人。她本是3年前唯一的女战神，却因为我的失控导致失去一身战力。只是这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个战神沦落到此？求求你了，不要杀我！柳如烟甚至直接给我跪下磕头，卑微到了极点。见此一幕，林家家主笑了。柳如烟，你以为你能跑吗？柳如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跪在林城面前。不跑了，我女儿在哪里？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她才2岁呀！当初你拒绝我儿，踢伤我儿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你还有一个女儿？当初我儿子林风流也像这样求你放过他，可是你依旧踢碎了他的下身。那是我林家从困龙监狱捞出来的人，他是这个世界最凶残、最残忍的人，就是用来对付你的。当然，或许也是用来对付小草的。不要！你们要是敢对小草，柳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如果是以前，我林家有10个胆子也不敢动你柳如烟的。可是自从你柳如烟被辱后，便被张家打压得不成样子了，哪里还能顾得上你这个柳家的耻辱？何况要是柳家在乎你，也不至于你10月怀胎的时候都是靠捡垃圾维持生活的。柳如烟绝望地抬起头，眼泪模糊了眼睛。片刻，她忽然嘶吼了起来：你们不能动小草！你们要是敢动小草，他爸爸不会放过你们的。听到此话，林家人都有些忌惮，能让一个战神变成这样，应该是个狠人。对，就是他，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你们动我，他或许不在意，可是他要是知道你们动他的女儿，他会杀光你们的。林城眼里闪过一抹忌惮，但是很快他就镇定了下来。3年不见面，他或许早就死了，而且他要是敢露面，魔都张家自然会收拾他的。林城的话直接把柳如烟最后的一点希望打破了。你个恶魔，3年前你玷污了我，你在哪里？求求你快出现救救小草吧！他2岁了，会叫妈妈了，也会叫爸爸了。他一直问我爸爸去哪里了。而此刻的我早已是头皮发麻，整个人彻底呆在了原地。我陈无敌有女儿了，自己是一个恶魔，是一个被无数人称为地狱黑龙的魔王。我这种人也配有老婆有孩子吗？可是此刻柳如烟的话彻底击碎了我心中的坚冰，使我整个人颤抖了起来。我一把将柳如烟搂入怀中。我回来了，我陈无敌回来了。柳如烟娇躯一颤，熟悉的声音和气息让她想起了我是谁。但她本该仇恨我，可这几年残酷的生活让她没有了恨。求你救救小草！你放心，有我在，这世界上无人能伤小草。林家家主眼见我和柳如烟竟然相识，脸色一沉。怎么回事？但我却猛然抬头，一声怒吼，身上束缚的几根缚龙锁尽数断裂。林家如我妻儿，今天我要大开杀戒，让整个林家如同地狱。林家内所有人都被我这股杀气压得瑟瑟发抖，林城更是骇然惊恐地看着我。你敢？我陈无敌纵横西方20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我手上。你一个小小林家，我一脚便可踏碎。
林城压着心中的恐惧，抬头盯着我。我林家可不是你说踏就能踏的，你若跪下赎罪，我可饶你，否则你们一家3口就死在这里吧。听完林城的话，我忽然笑了。随后我看向一旁脸色早已惨白的典狱长，他说我不能踏碎他林家，你说我能吗？典狱长脑袋轰鸣，差点就晕死过去。别说杨氏区一个林家，就算魔都的剧组都不够这个曾经的魔王屠戮啊！林家主，你们是不是真的抓了他女儿？快点放出来，否则真的就出大事了。林城双眸充血，根本听不进去典狱长的劝解。在他拥抱这个女人的时候，他早已经是死人了。传我命令，召我林家3大血杀统领、90血杀将、3000血杀卫。今天我要看看他如何踏碎我林家！别说3000血杀卫，就算3万我陈无敌也屠之如狗。林城双眸被愤怒冲得血红，拳头握得嘎嘎作响。这时，一道宛如惊雷的声音炸响：“我血杀卫统领齐杀在此，谁敢在林家放肆？”接着就见一个带着可怕杀气的男子跨步而来，他身后跟着1000位气息恐怖的血杀将。这时地面又剧烈震动，随即一道可怕的嘶吼声传来：“我血杀卫统领破军在此，谁敢放肆？”我血杀卫统领谭狼在此，谁敢放肆？3000血杀的到来让林城气势冲天。陈无敌，我3000血杀尽数降临，你想怎么死？柳如烟娇躯颤抖，身体更凉了一分。没想到我们一家3口会死在一起。不，我们不会死。3年前我不死，从此这世上没人能再杀死我。说完，我对着林城一步踏出，气势如虹。3000还远不够，把你所有人脉势力都叫出来。今天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血流成河。好，既然这是你最后一个愿望，我便让你如愿。说完，他便开始打电话。很快，一个车队轰然驶来，数百黑衣大汉齐步跨出。我赵家来助林家一臂之力，我马家也来了。谁动林家，便是动我马家。一个又一个可怕的杨氏大人物都来了。林城气势喷发，对着我怒吼：“5000人足以碾你成肉末，接下来只等你女儿，你们一家3口便可以团聚了。”接着，几个林家的打手拖着一个铁笼朝众人走来，铁笼里面关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见状，柳如烟直接呐喊起来：“她是我们的小草！”这一刻，我如遭雷击，死死地盯着铁笼里的小女孩，一股钻心的痛让我双目血红。我抱着柳如烟一步一步走向铁笼。当我来到铁笼的时候，里面的小女孩忽然停止了哭泣，她瞪着还挂着泪滴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你是小草的爸爸吗？这一刻，我的心如同糖一般全部化掉。我直接大手一扯，将铁笼直接撕开，然后轻轻地抱起小女孩，颤抖着说道：“对，我是爸爸，我是小草的爸爸。”小草直接趴在我的胸膛，委屈地哭了出来。爸爸，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保护小草？他们打小草，小草好疼好疼。我全身的眼睛赤红，脖子手臂的血管因为愤怒而一个个凸起。这时林城森然道：“陈无敌，现在你们一家3口到齐，你们可以死了。”说着，几个林家打手逐渐靠近我，我猛地转头怒吼一声，顿时所有人感觉自己的脑袋快要爆炸了。等声音消失后，那几个靠近我的林家打手就这么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被定身了一样。见状，林城立刻对那几个打手怒吼：“混账！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但林城的话音刚落，只见那几人依次倒了下去。见此情景，林城等人都忍不住的后退数步，满脸惊容。这是怎么回事？血杀统领中的7杀走到林城面前：“是他刚才那一声怒吼，震碎了小五他们的脑髓。”此话一出，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我把小草轻轻送到柳如烟面前：“你坚持带一下小草，看我如何踏碎林家。”随后我缓缓站了起来，宛如一头苏醒的雄狮。我说过我会踏碎林家，今天就算杨氏所有战神、所有长老都来，都救不了你们林家。一股滔天的杀气从我身上散发。此话一出，林家众人都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上窜去全身。林城眼皮狂跳，但是随后狰狞怒吼：“你口出狂言，给我杀了他！”2个血杀将反应过来，带着冲天杀气冲向我，我直接一巴掌抽过去，2个血杀将直接砸在数米远的墙壁上。见状，林城疯狂咆哮：“一起上，给我杀死他！他能打1个2个，还能打100、1000吗？”随即上千血杀卫宛如黑流冲向我，而我只是怒吼一声，宛如巨龙席卷，眨眼之间上百血杀卫全部趴在地上哀嚎。见状，林城脸上涌现出一抹苍白，直接对剩下的88位血杀将大喊：“血杀将上！”88尊血杀将齐步上前，我猛地转身一脚蹬地，地面直接撕裂出一道可怕的裂缝，88尊血杀将直接瘫软在地。见此一幕，在场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此刻林城也从震惊之中清醒了过来，目光转向林家3大血杀统领，怒吼道：“3大血杀统领，谁杀了他，便是下一任家主！”话音落下，林家3大血杀统领朝着我扑了过来。见状，我反手就是3巴掌，林家3大血杀统领直接被抽飞。那可是杨氏林家威名赫赫的血杀统领。此时林城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对着赵家、马家等杨氏5大世家暴喝了起来：“赵家、马家，你们还不动手！”而赵家等人也是将目光转向我，眼眸中充斥着浓浓的怒意。如
如此欺凌我们杨氏世家，当真以为我们杨氏无人？我们杨氏6大世家向来同气连枝，你敢如此，那就是与我们为敌。我半转过身，轻蔑一笑，猛地一脚跺在地上，前方的地面悍然塌陷了下来，一时间整个杨氏各大世家都人仰马翻，纷纷摔倒在了地上。见此一幕，方才还相继表态的杨氏世家，顿时就像是被掐住了喉咙，嚣张的声音戛然而止。对不起，我忘记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赵家家主朝着我的反方向快步逃离，马家家主脸色惨白，也是赶紧朝着赵家家主的方向追了过去，而林城则是气得脸色铁青。你们这些……只是话还没说完，一道森冷的声音便钻入了他的耳中：“你想怎么死？”闻言，林城脸色僵硬：“你以为你能够杀得了我吗？林家背后是魏云宗师，等他来了，你们一家3口全部都要死无葬身之地。”闻言，柳如烟脸色唰的一下变得雪白：“你快跑，快带着小草离开！魏云那个人我知道，实在是太恐怖了。”可我却是纹丝不动。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到你。所有欺负过你们的人，我会一个一个让他们付出代价。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猖狂的大笑声从远处传播过来。好大的口气！今天若是不让你们跪下认罪，我就不姓魏。紧接着，一群猛汉冲进了林家别墅，走在前方的一名战袍男子就是魏云宗师。见状，林城赶紧谄媚地迎接了上去，但魏云看都不看林城一眼，目光扫过我，冷笑道：“区区一个囚犯，竟然如此狂妄！老子给你2个选择：第一，乖乖跪下道歉，认罪投降；第二，那就是死。”林城看到这一幕，目光中充斥着浓浓的快意和兴奋之色。有了魏云宗师插手，你们一家3口死定了。柳如烟听后，身体摇摇欲坠，抱紧了怀中的小草。而此时我轻轻一踏，瞬间来到了魏云宗师的身前，一巴掌狠狠地挥了下去。魏云直接被这一巴掌硬生生打翻在地，一时间所有人都傻眼了，目光之中充斥着浓浓的惊骇和难以置信之色。这不可能！魏云宗师竟然被人一巴掌打死了，幻觉一定是幻觉！林城看着栽倒在地死透了的魏云宗师，直接傻眼了。魏云宗师死了，这怎么可能？我目光冰冷地看着林城，散发出滔天的杀意。今天我会踏碎林家，就算是炎下所有的宗师，甚至是战神前来，你也必死！林城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地，脸色苍白的如同死人一般。大人，我林城错了，不该伤害您的女人和孩子。我愿意用林家所有的产业，换您放我们一条生路。我的目光扫过锈迹斑斑的铁笼，柳如烟和小草身上脏兮兮的衣服，眼眸冰寒刺骨。区区林家的资产算得了什么？无论你说什么，今天都是必死无疑。林城见状，直接大喊起来：“是张家，张家吩咐我虐待他们，你敢杀我，张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那可是魔都顶级世家，有宗师无数，更有战神坐镇。”闻言，我依旧霸气无比地说道：“放心，他们很快就会下来陪你，欺负他们的人全部都得死。”话落我一脚踩下，林家就此覆灭。就在这个时候，典狱长一脸惊慌地将一个手机递给了我。黑龙接电话。我眉头一皱，赫然是3年前将我送入昆仑监狱的炎夏龙长老。黑龙，停手吧，你已被特使，不用再回去昆仑监狱，并且我希望你可以成为炎夏后国战士。我眉头微皱道：“我拒绝。”我听说了你的事情，如果以前孑然一身，自然不需要这个职位。但是你现在有女儿了，有女儿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他们想想。我沉吟了半晌，看了看虚弱的柳如烟和脏兮兮的小草，这才沉声道：“好。”话音落下，我挂断了电话，随后背起柳如烟，抱着小草扬长离去。与此同时，魔都顶级世家张家一名威严无比的中年男人愤怒地咆哮了起来：“什么？杨氏林家竟然被覆灭了？还是柳如烟那个贱人的野男人做的？”当年张家和柳家联姻已经准备结婚了，结果张家发现柳如烟竟然被人玷污了，宗师的战力尽失，而且肚子也变大了，这让张家颜面尽失，受尽嘲笑。作为当年联姻的对象，张家的继承人张天放脸色更是愤怒狰狞地说道：“3年了，我等了你3年了，那个贱人带着女儿乞讨，你竟然都不出现，现在你终于忍不住了。既然如此，那么你们一家3口可以去地下团聚了。”张天放眼眸中充斥着歇斯底里的疯狂，当即拨通了一个电话：“开始收网，格杀勿论。3天后是我父亲的60大寿，我希望你们能把他的手机送来给我做贺礼。”与此同时，我来了到柳如烟和小草居住的地方，可看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之后，我的身体却在颤抖。柳如烟和女儿小草住的地方，赫然是一个坍塌的桥洞，寒风呼啸，卷来一股臭气，旁边还有一个垃圾场。我嘴唇微微颤抖：“你们怎么住在这里？”柳如烟轻抚着小草的脑袋：“3年前，我怀了小草，未婚夫所在的魔都张家愤怒无比，我直接被赶出了柳家。由于张家施压，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也不可能找到正经的工作，我只能带着小草躲在这样的桥洞捡垃圾为生。”
我痛苦万分的大吼了一声，身上散发出恐怖的气势。身为地狱黑龙，拥有顶级的力量和无数的才能，我的女人和女儿却住在这样野狗才居住的地方。这时，女儿小草突然钻进桥洞，然后拿出了一个冰冷的土豆塞入我的手中。爸爸吃这个，很好吃的，小草最喜欢吃了。看着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冰凉的小手似乎在安慰着自己。我愣住了，两行血泪从我的脸颊坠出。爸爸，你怎么哭了？没事，我抹了抹泪水，目光坚定地看着小草和柳如烟。我陈无敌发誓，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人欺负你们。这时，柳如烟身体突然摇摇欲坠，我赶紧抱住就要倒下的柳如烟。探查之后，却发现柳如烟早就已经油尽灯枯，脸上苍白，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3年来，我无数次做梦都想要杀你，因为你毁了我的一切。可是现在，我已经不恨了，没有力气去恨你了。我走之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草。话还没说完，柳如烟的手便无力地垂落下来，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不，我仰头发出了悲愤至极的吼声：“你不要放弃！”我背起柳如烟，抱着小草来到了杨氏第3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扫了一眼昏迷的柳如烟，随后断然拒绝道：“抱歉，先生，你们没有身份证明，登记不了，无法进行治疗。”医院工作人员眼角的余光扫过电脑屏幕，上面赫然是一张柳如烟的照片。看到我似乎不依不饶，工作人员大喊道：“保安，快把他们拉出去，不要打扰其他病人！”看着2个保安走了过来，要将自己和柳如烟赶出去。此刻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一拳轰碎了窗户和铁栅栏，将工作人员的电脑倒转了过来。我霎时间全部明白，哪怕今天跑遍了整个杨氏的医院，都不会有人收留他。那个魔都张家已经对这些医院和门诊发出了警告。我冷冷地扫了一眼惊恐的工作人员，暴喝道：“不治疗他，你们今天都得死！”霎时间，滔天的杀意从我的身上席卷开来，周围所有人顿时感觉到浑身僵直，头皮发麻。旁边的医护人员顿时慌了，赶紧将柳如烟送入了手术室。见此一幕，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抱紧了怀中的小草。爸爸，妈妈会不会有事？小草咬着嘴唇，眼眸中闪过晶莹的泪水。不会的，爸爸保证。我搂紧了女儿小草，轻声安慰起来：“小草，你在这里陪着妈妈，我去找草药，爸爸一定会治好妈妈的。”随即转身快速离去。片刻后，我带着几包草药，兴奋地冲入了病房，只是却没有发现柳如烟和女儿小草的踪影。病房之内一片狼藉，我的笑容顿时凝固，眼眸中迸射出滔天的煞气，朝着一个角落冷喝道：“说我老婆和女儿去哪里了？”此时老医生的神色无比惊恐，对着我说道：“方才有一群凶神恶煞的人冲了进来，抢走了你的女儿和老婆，还留下了一张纸条，让你去那里找他们。”说着，他颤抖着递给了我。我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想让你老婆活命，就来杨氏北区火电站废墟。”我转身朝着外面冲去，神色之中充斥着浓浓的暴力和疯狂，仿佛一头被激怒的雄狮。此时，杨氏北区火电站废墟站着18道人影，一个个虎背熊腰，散发出雄浑霸道的气势。就在这个时候，领头的黑衣人猛地掏出了腰间的手机，接通了视频电话：“少爷，已经抓住了那个贱人和他的女儿，也已经通知了那个野男人来这里自投罗网。”好，你做得很好。张天放看着柳如烟惨白的脸色，愈发的快意起来，接着对着领头的黑衣人说道：“张龙，你们怎么做我不管，但是3天后他的手机准时出现在父亲的生日宴就行，因为那是我献给我父亲的礼物。”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从火电站废墟的外面飘入他的耳中：“抱歉，我来迟了。”接着我将目光冰冷地看向张龙：“你们准备好受死了吗？”恐怖的杀意如同飓风席卷开来，周围的温度都在此时骤然降低。张家18黑衣卫顿时脸色巨变，张龙更是瞳孔欲动，眼眸中充斥着浓浓的惊骇和难以置信。作为满手血腥的张家黑衣卫总领，张龙骑马屠杀了几百上千人，不知道为什么，张龙的心中突然浮现出莫名的不祥之感。就在这个时候，我动了，每一步落下，都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印出一个深深的脚印，浑身上下散发出霸王龙一般的恐怖气势。少爷有令，3天之后便是家主张恒报60大寿，必须送上他们3人的头颅作为贺礼。18黑衣卫对视一眼，随后朝我猛地冲来。18人一出手便是必杀一击。见此一幕，柳如烟脸色惨白，眼眸中充斥着浓浓的绝望和悲哀。就算是他完好无损，拥有战神的力量，在这样密不透风的攻击面前，恐怕都难以抵挡。而这时，我不但没有躲避，反而直直地冲向了黑衣卫。只此一击，那18柄长刀竟被我压制得动弹不得。什么？这怎么可能？张龙心中咯噔一下，就要抽回长刀，而我只是猛地一甩，18名黑衣卫顿时倒飞出去，躺在地上不住地哀嚎着。柳如烟彻底惊呆了，我脸色柔和地笑了笑，挡住小草的耳朵和眼睛，我很快就会处理好。然后目光冰冷地看着张龙：“你们不是打算用我一家3口的手机作为张天放父亲张恒报的大寿贺礼吗？现在我也打算送他一份贺礼。”随后我挥动了手中的长刀。做完这一切之后，我走向了柳如烟，脸色凝重：“你千万不要放弃，我已经找到了草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来为你治疗。”柳如烟摸着女儿小草的脑袋，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温暖的笑容：“放心吧，我还舍不得小草，我不会那么容易死。”我拿出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与此同时，一处神秘基地的会议室里，一群黑衣人正在召开一场会议。就在为首的黑衣人接起了电话：“老大，是你吗？老大，你回来了！”
听着电话另一边的欢呼声，我的眼眸中充斥着浓浓的暖意。3年前我被人围攻，发生了一些事情，不便于和你们联系。现在我还活着，在炎夏杨氏，你们派人来杨氏帮我送一份大礼给魔都张家。好，放心吧，老大，我们马上就到。挂断电话之后，我抱起女儿，然后背着柳如烟离开了这座废弃火电站。片刻后，我带着小草和柳如烟来到了市中心。这时，突然有一辆奔驰大 G 朝我们急速驶来，我急忙拉过2人一闪，躲开了车。几名富家公子哥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你他妈是不是找死啊？闻言，我面色平静地说道：“我不是想要找死，而是想要买一辆车，急着救人。”随后，我自顾自地将小草和柳如烟放入了奔驰大 G 之内。看到这一幕，几个富家公子哥都惊呆了。为首的一名富家公子哥看着脏兮兮的小草和柳如烟躺在他的爱车之上，气得浑身发抖。我扫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我会加倍买下你这辆车的。”旁边几个富家公子哥听到这话，霎时间哈哈大笑起来。你们一家3口浑身加起来都没有几百块，连我一个早餐钱都付不起，竟然想要买陈少的奔驰大 G！ 为首的富家公子哥目光气愤地扫了自己爱车，一个臭乞丐竟然还想买奔驰大 G！ 闻言，我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大手一挥，一张黑金银行卡精准地落到了公子哥的手里。随后，一道平静的声音钻入他的耳中：“这是一张国际银行发布的黑金卡，里面有10个亿的炎夏币，可以买几百辆奔驰大 G。”公子哥将目光看向黑金银行卡，顿时瞳孔一缩。他曾经见过这种黑金卡，那是在一个大人物的身上。这个乞丐一样的家伙怎么可能有？绝对是假的。闻言，公子哥冷笑着说道：“你想要拿个假货糊弄我？拿着滚，否则死！”霎时间，恐怖的杀意朝着这群富家公子哥席卷而来。一时间，这些富家公子哥吓得脸色惨白，竟然直接瘫倒在了地上。我冷冷地扫了这群人一眼，开着奔驰大 G 呼啸而去。奔驰大 G 之上，小草开心地到处看看。他从来没有坐在这么好看的地方，想要抚摸那些华丽的装饰，却怯怯地缩回了手。我眼眸柔和，轻声道：“小草，想要摸就摸吧，没事的。”爸爸真好。小草小脸上绽放出非常开心的笑容。接下来，爸爸带着你去住一个大房子。话音落下，我开着奔驰大 G 猛地冲破了一栋豪华别墅的栅栏，停留在了草坪之上。此时，一名衣着华贵的公子哥正在众多保镖的簇拥之下，在草坪上面打着高尔夫球。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惊呆了，公子哥更是下巴都几乎掉下来，紧接着反应了过来，脸色阴沉地说道：“走，看看哪个混蛋竟然敢来我这里找死！”霎时间，几十名虎背熊腰的保镖将这辆奔驰大 G 团团包围住。公子哥更是拿起了高尔夫球杆，目光阴狠地看着玻璃，怒吼道：“给我滚下来！”车门打开，我缓缓走了下来。面对这么多保镖的包围，我面无惧色，对着眼前的公子哥淡淡说道：“我要买你的别墅。”公子哥在听到我的这句话，直接哈哈大笑起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知不知道这栋别墅多少钱？而旁边的保镖们配合地吹捧了起来。我们公子可是杨氏10大望族之一，赵家的大少爷。这栋翡翠庄园豪华别墅造价起码好几个亿，加上地皮起码价值10个亿。我脸色平静地打断了保镖们的吹捧，炎夏币我给10倍。10倍？就凭你给得起？赵家大公子赵良辰听到我的话后，脸上泛起浓浓的不屑和戏谑之色。你这辆奔驰大 G 在我别墅里面根本排不上号，你想要买下翡翠庄园，做梦吧你！我淡淡的扫了赵良辰一眼，屈指一弹，一张黑金银行卡唰的一声弹入赵良辰的手中。100亿炎夏币不够10倍再来找我。赵良辰瞅了瞅黑金银行卡，再看了看我身上破旧的衣服，顿时不屑地笑了起来。小子，你他妈耍我吧！旋即赵良辰目光森冷地看向我，眼眸中充斥着浓浓的狰狞和凶残。你知不知道骗我的代价？我会把你们一家3口塞入铁笼里面，让你们受尽折磨。小草，不要再回到笼子里面。闻言，小草似乎想起了之前恐怖的回忆，蜷缩起来不住地颤抖着。而我方才平静的神色瞬间暴怒，一个巴掌狠狠地抽飞了赵良辰。霎时间，赵良辰就像一颗炮弹一般，猛地砸翻了好几个保镖，左边脸蛋瞬间肿胀的和猪头一样。赵良辰彻底愤怒了起来，对着旁边的保镖们暴喝道：“你们站着看什么？还不快给我动手！”一时间，几十名赵家精锐的保镖们，一个个仿佛打了鸡血一般，满脸愤怒地朝着我扑了过去。然而我连眼皮都不动一下，嘴角泛起一抹不屑的神情。敬酒不吃吃罚酒。话音落下，我脚步一动，猛地冲了上去。霎时间，仿佛虎入羊群一般，赵良辰的这些精锐保镖仿一个个豆腐渣一般，被我一个个打翻在地。仅仅10秒钟的时间，几十名赵家的保镖没有一个人能够站起来。看到这一幕，赵良辰直接吓傻了。你不要过来啊！我可是杨氏望族赵家的大公子，你敢对我动手，我爹不会放过你的！我不屑一笑，就要一脚踩下去。赵家不就是之前那个帮助林城一起对付我的杨氏望族吗？结果灰溜溜的逃走了，我还没有找他们算账呢。就在赵良辰绝望的时候，一道手机铃声突然响彻了起来。赵良辰一愣，接着赶紧掏出了手机，看到熟悉的电话号码，顿时大喜。爸爸，有人冲进来翡翠庄园打我，你快来救我呀！什么？你等着，我就在北区附近，这就带着人过来。挂断电话之后，赵良辰脸上的绝望和恐惧一扫而空，目光得意地看着我。我爸赵天机就要来了，
他不会放过你的，你死定了！就算赵天吉来了，他也得给我跪着。我会等待一点时间，当然时间有限，时间在赵良辰的恐惧中一点一滴的过去。不到10分钟，忽然翡翠庄园的地面颤动了起来，一道充斥着滔天怒火的声音炸响：谁敢动我儿子，我要将他碎尸万段！一名威严的中年男子猛地踏步进来，而他的身后跟着百名杀意凛然的白衣卫，正是赵家的家主赵天吉。刚刚在林家那边被吓跑，赵天吉深感丢了面子，此时听到竟然有人敢打他的儿子，顿时脸色铁青。而赵良辰看到爸爸赵天吉到来之后，兴奋地跳了起来，赶紧迎接上去。爸爸就是那个人，你看看我的左脸肿成了这个样子，你一定要……只是赵良辰的这番话还没说完，赵天吉的一个巴掌便狠狠地甩在了他的右脸之上，霎时间，赵良辰的右脸就浮现出一个鲜红的巴掌印。赵良辰傻眼了，呆呆地看着爸爸赵天吉。爸爸，你打错了，我是你儿子，你打他呀！此刻赵天吉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看着赵良辰傻乎乎的样子，他肺都要气炸了。随后对着赵良辰又是一顿输出。片刻后，赵天吉小步快走来到我的面前，砰的一声跪了下来，脸上挤出了谄媚讨好的笑容。大人，您看上这栋翡翠庄园别墅，是我们赵家的荣幸，怎么还能要钱呢？直接送给你，要是缺什么，直接和我们说。看着杨氏10大望族之一的赵家家主，赵天吉跪在我的面前，赵良辰瞬间傻眼了。见状，赵天吉看着一脸平静的我，浑身颤抖，转头对着赵良辰暴喝道：小畜生，还不快跪下道歉！难道你想要和林家一样吗？赵良辰刚才也收到了父亲的通知，林家被一个人覆灭了。霎时间，赵良辰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砰的一声跪了下来。对不起，我错了，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我目光冰冷地看着这一幕，接着扫了扫探头探脑的女儿小草，轻笑了起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随即将那张黑金银行卡捡起来，递给了赵天吉。这里面有100亿盐下币，你拿去，不够再找我。赵天吉看到我面色缓和，赶紧松了一口气。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们先走了。您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吩咐我们。赵天吉赶紧起身，带着人快步走了出去。我瞅了一眼他们，懒得说什么，转身打开奔驰大 G， 将柳如烟抱了起来，然后带着小草走进了别墅。小草，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小草前所未有的高兴，蹦蹦跳跳地对我说道：爸爸，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吗？真的不会有人赶我们出去吗？我们不用再住桥洞了吗？小草高兴了一会儿之后，又目光怯怯地看着我，我眼眶一红，眼泪差点流下来了，哽咽着说道：不会再住桥洞了，没有人能够赶你们出去。想到之前的场景，我心中难受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候，翡翠庄园外面传来了一些动静，我看了一眼躺在柳如烟怀里睡着的小草，然后转身离开。翡翠庄园内，一群黑衣人猛地冲进了来。赵天吉脸色一变，因为他从这些黑衣人的身上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这些人绝对不是一般人，难道他们要对陈无敌不利？紧接着的一幕让赵天吉直接惊呆了。领头的一名黑衣人踏前一步，朝着我跪了下来。鬼诸葛拜见老大。而随着鬼诸葛的话音落下，上千名黑衣人齐刷刷朝我跪下。赵天吉见状顿时愣住了，他记得陈无敌不过是囚犯而已，怎么会有这么多非同一般的强大手下？这怎么可能？他究竟是什么人？就在这时，我缓缓说道：兄弟们，我回来了。霎时间，一股恐怖的气势冲天而起，恭迎老大回归。与此同时，这些黑衣人也齐声怒吼，强大的气势就像12级的飓风一般席卷而来。赵家家主赵天吉当场就吓得瘫倒在地，因为这些黑衣人竟然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宗师级别强者。兄弟们起来吧！一群黑衣人顿时站起身来，神色激动地看向我。我平静地说道：兄弟们，你们去杨氏北区废弃火电站，找到18颗头颅。3天之后，魔都张家家主张横暴大寿这份寿礼一定要准时送到。